肺功能就是进行气体交换。那现在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也提醒我们，肺部健康对我们是多么重要。那肺不好，除了咳嗽，还有哪些表现呢？第一个，气短。很多人呀，在说长句子或者是跑步的时候，会出现气短、肺活量不足的情况，那么这就可能是肺功能不好的表现。第二个，杵状指。这个呀，经常吸烟的人要多加注意。如果呢手指头变粗，而其他地方不粗的话，那么就要考虑很可能是肺部不好了。那肺不好的人，平时啊可以多用罗汉果泡水喝。罗汉果性凉味甘，入肺经，有很好的润肺止咳、生津止渴的作用。除了罗汉果呢，蜂蜜柠檬片泡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。甲状腺对我们有很大作用，很多人会忽视它。而甲状腺结节呀是一种常见的病症，如果不注意调节的话，会给身体健康带来很大影响。所以在饮食方面应该记住2吃1不吃。多吃黑木耳，黑木耳营养非常丰富，其中含有的维生素能够促进人体内分泌平衡，对甲状腺健康有帮助。多吃荞麦。荞麦是常见的粗粮，也含有很多营养成分，经常吃一些能帮助平衡内分泌，有利于甲状腺结节恢复。不吃含碘过高的食物，有甲状腺结节的人要好好控制碘元素的摄入，少吃含碘高的食物，这样有利于甲状腺健康。甲状腺结节的人平时还可以喝点菊花茶、茉莉花茶、蒲公英茶等，能帮助提高机体免疫力，可以间接对甲状腺起到保护的作用。甲状腺结节是常见的问题，也是很多人的烦恼。其实呢，甲状腺结节有2个诱因，希望大家能够避开。第一个，总喜欢生气。那我们会发现啊，有甲状腺结节的大多都是女性，这是因为女性比较容易出现不良情绪，总喜欢生气。经常生气会影响内分泌，时间长了也就会导致甲状腺结节的出现。所以保持一个好的心情，才能够改善和预防甲状腺结节。第二个，喜欢熬夜。现在熬夜呢已经不稀奇了，很多人啊经常后半夜都不睡觉。那经常熬夜会影响身体排毒，导致内分泌紊乱，这样呢也容易导致甲状腺结节出现。所以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，也有助于改善结节。那除了要避开上面这2点，还可以常用一物泡水喝。蒲公英。蒲公英是生活中很常见的。蒲公英呢有很高的药用价值，可以入肝经、胃经，具有清热解毒、消肿散结的作用。不仅可以缓解和预防甲状腺结节，还能够帮助养肝护肝、补脾和胃，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好处。甲状腺结节是生活中常见的，近年来呀，人数也越来越多。如果有甲状腺结节，首先要管住我们的嘴，尽量少吃3种食物，甲状腺或许会感谢你。第一种，高脂肪的食物。经常吃高脂肪、高油腻的食物，很容易使体内堆积脂肪，影响内分泌，刺激甲状腺，从而呢导致甲状腺结节的出现。第二种，含碘高的食物。有甲状腺结节的人要少吃含碘高的食物，因为这类食物很可能会刺激到甲状腺，加重病情。若能管住嘴，或许对改善结节有帮助。第三种，辛辣刺激的食物。虽然辛辣刺激的食物很下饭，但是呢，对甲状腺也有刺激的作用，容易加重病情，也对肠胃健康不利，所以呢要少吃才行哦。那有甲状腺结节的人吃什么好呢？可以多吃些银杏和蒲公英根，具有活血化瘀、消肿散结的作用，对改善甲状腺结节是有一定帮助的哦。一日3餐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，很多减肥的人呢会选择不吃晚餐来减肥，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。长期不吃晚餐的人可能要承受3个后果，希望大家要注意。影响睡眠质量。如果晚上不吃晚饭，睡觉的时候就会感觉到饿，这样会让大脑神经处于兴奋的状态，向你传达饿的信号，从而影响睡眠质量。影响肠胃健康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胃部消化食物的时间大约在4个小时左右。如果晚上不吃晚餐，而距离中午饭呢也有一段时间了，胃里面没有食物进行消化，这样胃酸就会对胃黏膜造成损伤，时间长了会影响肠胃健康，引起低血糖。
我们的身体是一直在代谢的，而代谢会消耗我们身体里的能量和营养。如果长期不吃晚饭，身体没有及时的补充营养，时间长了就会使人出现低血糖，所以大家也要注意。那俗话说，早餐要吃好，午餐要吃饱，晚餐要吃少。只有保持正常有规律的饮食习惯，这样才不会使人发胖，身体也会更健康。但我们会发现，马路边、田野里到处都是蒲公英。蒲公英呢，又叫婆婆丁，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都很高，被称为药草皇后。如果每天坚持用蒲公英泡水喝，身体3个地方会变好。1. 肝脏变好。蒲公英可以入肝经，有清热解毒、排肝毒、降肝火的作用，所以常用它泡水喝，可以帮助养肝护肝。2. 胃会变好。蒲公英还可以入胃经，其中含有的蒲公英素能促进肠胃蠕动，改善便秘，还能够抑制幽门螺杆菌，有很好的养胃护胃的作用。3. 乳腺变好。乳腺问题一直困扰着女性，而蒲公英有很好的通乳散结的作用，经常泡水喝能够预防乳腺疾病。蒲公英虽然有很多好处，但有2不喝也要注意。脾胃虚寒的人不要喝，因为蒲公英属于寒性食物，所以脾胃虚寒的人要少喝，要不然容易加重病情。慢性肠炎的人不要喝，有慢性肠炎的人会出现腹泻的情况，而蒲公英性质微寒，这样容易加重腹泻，所以也不要。日常生活中不好的生活习惯或者过于劳累，都会导致肩颈酸痛，感觉呢抬胳膊都费劲。那该怎么办呢？大家可以长按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手三里穴。手三里穴属手阳明大肠经，位置很好找，在手臂背面桡侧，在阳溪穴和曲池穴连线上，肘横纹下2寸3横指宽的地方。按压呢会有酸麻胀痛的感觉，按摩时用拇指指腹按揉就行，每次按摩5分钟，左右穴位都要按到。按摩这里具有疏通经络、消肿止痛的功效，对缓解肩颈疼痛有很好的作用。这个方法简单方便，大家可以用来平时保健用。除此之外呢，推荐大家吃点山楂，有活血化瘀的作用，有利于肩颈的健康。温馨提示：肩颈不好一定要多注意活动，还要注意保暖，不要让肩颈受凉。有很多人都有这样一种情况，就是呢经常肩背疼痛，有时手臂都抬不起来，并且呢肩膀的灵活度也变小了。那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改善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动作。首先，我们保持站立的姿势，2脚分开和肩膀同宽，然后抬起双手，前后的甩动，力气要前虚后实，每次甩5分钟即可。每天呢甩2次，甩的幅度可以大一些，让肩膀有震动的感觉。这样甩手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起到疏通经络、畅通气血的作用。每天坚持练习，能有效的改善肩颈疼痛，预防肩周炎。那这个方法简单方便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哟。除了这个甩手动作呢，大家没事的时候也可以按一按肩颈穴。肩颈穴有舒筋活络、消肿的作用，也可以用来调理和缓解肩颈疼痛。还有，也可以用玫瑰花和山楂泡水喝，能够活血化瘀，改善血液循环，也有助肩颈健康。肩膀酸痛、脖子僵硬、颈椎疼已经成为困扰很多人的问题了。那俗话说，通则不痛，痛则不通。今天教大家一个动作，可以帮助疏通经络。首先，我们坐在椅子上，要坐在椅子的1/3处，然后2只手放在身后，支撑着身体，上半身微微的向上拱起，头部后仰，2个肩膀用力的往后夹，要让后背感觉到酸痛感。这样坚持10秒，然后放松，再做，每次做3到5分钟。这个动作可以刺激督脉，疏通经络，生发阳气，对改善肩颈疼痛都有很好的效果。那做完之后会感觉身体很舒服。除此之外，平时多喝点苦荞茶也是不错的选择，大家可以试一试哦。很多人不好的习惯很容易导致肩颈出现问题，比如头晕手麻、肩背疼痛、颈椎疼痛等。其实这可能和血液循环不通畅有关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动作，可以帮助缓解肩颈不适。
首先，保持站立的姿势，双脚分开与肩膀同宽，将双手向身体两侧伸展，让手臂和肩膀在一条直线上，然后慢慢的将手臂向上抬起，抬到与水平面呈45度位移，然后呢再恢复到和肩膀在一条直线上，这样反复练习5分钟，早晚都做一次。做的时候会感觉背部和肩膀发热，那这个动作可以帮助疏通经络，促进血液循环，让颈椎和肩膀都感觉到很轻松。颈椎不好的人呢，要注意平时不要低头玩手机，还有不要久坐不动。没事的时候可以用山楂干或者是苦荞泡水喝，有助疏通血管，让气血更加的畅通哦。好啦，大家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问题或者是疑问，可以在下方给我留言。拜拜。